公元21某某年，地球静置道站在战斗机机翼上俯瞰下方废墟，找到了。他纵身跃下，穿过云层坠向地面。少年在废墟中拼命奔跑，绝望地喊道：“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那里？”巨大的怪物破土而出，挡住去路。另一只怪物从侧面袭来，少年跌坐在地，惊恐地求救道：“救救我！谁都好，救救我！那些把世界变成这样的人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怪物张开血盆大口，扑向地上的少年。腥风扑面来，尖锐的獠牙近在咫尺。少年绝望地闭上双眼。一道强光从天而降，贯穿云霄，静置道重落地，挡在少年身前。少年愣在原地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静置道看着少年说道：“原谅我来晚了。”少年流下眼泪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终于！”他激动地喊道：“终于，我们能夺回世界了，对吧？”静置道抱住重伤的少年：“是的，所以安息吧。”少年流着泪微笑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谢。”少年耗尽最后力气，倒在废墟中。静置道站在尸体旁，沉默不语。神月走近问道：“置道，你来得太晚了吗？”静置道低声呼唤道：“神月。”神月推了推眼镜，他很可能是这片区域最后的幸存者了。放弃吧，置道，你必须面对现实，人类已经完蛋了。诞生于持续的环境污染、变异的怪物们，腐蚀者拥有惊人的再生能力，即便使用核武器，也无法将它们彻底消灭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没有放弃。通过反复的人体实验，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方法。神月摊开手说道：“但已经没有可以拯救的人了，不是吗？我们来得太晚了。”静置道看着远方回应道：“还有值得拯救的东西。”神月追问道：“你真的认为外面还有幸存者吗？”静置道转过身说道：“不。”他露出一丝冷峻的笑：“在未来，你创造的那些纳米机器也能修复环境吧？”神月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些纳米机器不仅能摧毁腐蚀者的再生，还能触发星球的自我修复。终有一天，这颗星球会重现往日的美丽。到了那时，文明一定会再次繁荣，就像以前一样。人类曾做到过。”神月看着他回应道：“真是个动听的童话。”静置道迈步走远：“对我来说足够了。或许只要有那微小的可能性，就已经足够。我的力量在未来或许会被需要。”坚信着那个或许就能拯救未来。神月站在实验舱前，注视着舱内的静置道，只要能把那个机会传递下去就足够了。冷冻睡眠系统启动，静置道在舱内陷入沉睡，时间开始飞速流逝。0年、5年、20年，怪物在荒废的土地上徘徊，文明的残骸被风沙掩埋。153年、376年、974年，地球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变换着色彩。1384年、5180年，曾经肆虐的怪物逐渐消失，枯萎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。8492年，蔚蓝的星球再次转动，静静等待着英雄苏醒的那一刻。时间继续疯狂跳动。17987年、32416年，狰狞的怪物在荒原徘徊，寻找着最后的猎物。56428年、84524年，森林重新覆盖大地，旧时代的怪物逐渐虚弱，倒在阳光无法直射的角落。184236年。562487年，海水冲刷着金色的沙滩，文明的废墟已彻底消失，地球在宇宙中静静转动，焕发出蔚蓝的光彩。3984235年、7550192年，温顺的动物在湖边饮水，生命再次繁荣。25402437年、89524025年，阳光明媚，海浪轻拍着岸边，世界已恢复最初的模样。1亿年以后，访问密钥确认，冷冻睡眠解除程序启动。3名兽耳少年少女在昏暗的遗迹中拼命奔跑。巨大的黑狼怪物在后方紧追不舍。丹普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他真的在这种地方吗？”库肯定地回应道：“就在这里。如果他不在，我们就死定了。”黑狼怪物张开巨口，红色的双眼透出杀意。山迪看向前方喊道：“他就在这里！”库紧握吊坠，守护神一定就在这里。3人冲进房间，却发现前方是一堵死墙。丹普指着前方喊道：“喂，你看！”库绝望地说道：“是死路！”巨大的黑狼怪物撞碎墙壁追了上来。丹普惊恐地问道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黑狼怪物张开血盆大口，阴影笼罩了3人。库闭上双眼：“救救我们！”黑狼怪物被光芒逼退，发出愤怒的低吼。库闭紧双眼：“救救我们！守护神大人！”黑暗中，实验舱的玻璃突然出现无数裂痕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舱内传出。静置道回应道：“了解。”实验舱瞬间炸裂，耀眼的绿光如利剑般贯穿黑暗。沉睡了1亿年的英雄终于睁开了双眼，实验舱彻底粉碎，绿色的光线漫天飞舞。他们呆呆地看着前方。静置道赤脚踩在地面，走出废墟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这值得去相信，不是吗？相信未来的可能性。不愧是神月开发的储物箱。”静置道打开箱子，里面的衣服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他走到电脑前快速操作，这里竟然是1年后的世界。大部分数据已经损坏，这个地方能保存下来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大概是多亏了散布在空气中的纳米机器人。静置道看这桌上的注射器，那是纳米机器人注射器。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。他拿起发光的方块，现在只能依靠神月留下的这个信息方块了。静置道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在那之前，先听听你们的故事吧。抱歉，失礼了，毕竟我全裸了1亿年。”丹普急忙捂住库的眼睛。静置道穿上深蓝色风衣，戴好黑色手套，这套衣服感觉对了。沉重的金属大门向两侧缓缓移开。静置道带着众人走出阴暗的地下设施，这就是1亿年后的世界。
放眼望去，群山连绵，河流蜿蜒在绿意之中，和以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了。酷仰头看着身边的男人，守护神丹普指着前方喊道：“走这边，跟我来。”静之道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人类不，人类在1亿年前就应该已经灭绝了，是经过1亿年的进化变得像人类的生物吗？他观察着丹普和山迪，考拉还是猫，极有可能是受到了纳米机器人的影响。1亿年前的语言至今仍能通用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静之道露出微笑说道：“说起来，我还没自我介绍过。”静之道看向众人说道：“我是静之道，叫我知道就好。”酷仰起头回应道：“叫我酷就行了。”丹普憨厚的笑道：“我是丹普。”山迪躲在后面小声说道：“我是山迪。”静之道走在草地上问道：“那么你们想让我做什么？”酷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快到了，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打败腐蚀者。”静之道疑惑地重复道：“腐蚀者？”山迪捂住嘴巴，脸色变得苍白。远处的村庄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山迪惊恐地喊道：“村庄！”他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坡。爸爸妈妈！酷在后面追赶着喊道：“等等！”静之道站在高处观察着木质路障、木质建筑。山迪和酷跑进村庄，两旁的房屋正被烈火吞噬。静之道看着燃烧的村庄，这里的文明看起来并不先进。他带着酷赶到现场，前方传来激烈的打斗声，一名白发老妇人正用木棍死命抵挡怪物的血盆大口。酷惊恐地喊道：“奶奶！”老妇人咬牙支撑着，侧头喊道：“酷，你为什么回来了？”静之道盯着那头外壳狰狞的怪物，那就是腐蚀者吗？长得确实像腐蚀者，在这个时代，他们被称作腐蚀者吗？老妇人焦急地大喊：“快跑！”酷浑身散发着青色光芒，我不跑，我会救你的。静之道看这酷的状态，那个反应让我确认一下。他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化作一道残影，冲向怪物。静之道挥出重拳，狠狠砸在怪物的面具上，将其强行击退。他顺势揽住老妇人的腰，将其带离危险区域。失礼了。静之道抱着老妇人，没错，就是现在。酷双手汇聚起耀眼的青色光芒，猛地向前推去，一团炽热的能量波正面击中腐蚀者，怪物发出惨叫，庞大的身躯被炸飞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冒出阵阵黑烟。静之道放下老妇人，冷冷地注视着到地不起的怪物，果然是纳米机器人造成的再生意志，腐蚀者的细胞完全没有再生的迹象。他利用了大气中的纳米机器人吗？但纳米机器人应该只能由兼容的人类来控制。他看向老妇人问道：“刚才那个火球，这个时代的人都能做到吗？”老妇人疑惑地重复道：“这个时代不，只有一部分人可以，那是拥有神力的人。在这个村子里，包括我在内，只有4个人。”静之道扶着下巴，神力，原来他们把控制纳米机器人的能力称作神力。酷急忙跑过来问道：“奶奶，大家怎么样了？”老妇人看着他回应道：“我已经把他们撤离了。”他转头看向赶来的丹普和山迪，比起那个，你们为什么又回来了？老妇人垂下眼帘，这个村庄已经彻底完了，刚才那个腐蚀者仅仅只是刚出生的幼虫而已。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从水中钻出密密麻麻的幼体，本体的巨大程度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了。很快，成群结队的幼虫就会彻底淹没村庄。萨鲁斯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别这么快就认输，老人家。”老妇人愣在原地，惊讶地看着他的背影。萨鲁斯握紧长矛，那种程度的腐蚀者，我会亲手宰了他。老妇人问道：“你村民们怎么样了？”萨鲁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别担心，我已经把他们都送到避难所了。”酷冲上前喊道：“爸爸！”中年男子蹲下身子：“酷，你没在避难所里，我真的很担心，你到底去哪了？”酷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我去了封印之门。”老妇人脸色大变：“酷，你竟然去了那个禁忌之地吗？”酷低着头：“奶奶曾经告诉我，在那扇门后面沉睡着村庄的守护神，当村庄遭遇危机时，他一定会来救我们。”老妇人盯着静之道：“这个男人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神，而且……”萨鲁斯扛着长矛，发出一声冷笑说道：“别开玩笑了，那个劣等种竟然是守护神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”静之道微微侧过头：“劣等种？”山迪急忙跑上前：“哥哥，这位大人是守护神。”萨鲁斯转过头：“原来你刚才是和酷在一起啊？”他走到静之道面前，看看他的耳朵，他是个没有兽力的劣等种，你大概只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那里，所以误会了吧？”山迪大声反驳道：“不是那样的，守护神大人击败了腐蚀者。”萨鲁斯不屑地笑道：“你是说那只幼虫？那种东西我也能一击解决。”静之道低垂着眼帘听着。萨鲁斯盯着静之道：“这是我们村子的事，这里不欢迎外来的劣等种，所以别把你的鼻子伸进不该管的地方。”他转过身，提着长矛大步离去。中年男子在后方喊道：“等等，萨鲁斯，你要去哪里？”萨鲁斯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我要去杀掉那个巨大的腐蚀者，你们这群胆小鬼就待在这里发抖等死吧。”老妇人看着他的背影，那个蠢货，如果他现在逃跑，至少还能活命。老妇人看向静之道：“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谢谢你刚才的帮助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能不能带着我儿子护送孩子们去避难所？我要去追随萨鲁斯，用这条命赌一把。”酷惊恐地喊道：“奶奶！”静之道捡起地上的长矛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我拒绝。”老妇人愣在原地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静之道扛起长矛：“我也有我的自尊，我可不能让别人叫完我劣等种之后，就这么随随便便死掉。”他转过身，朝着萨鲁斯的方向大步走去。巨大怪物在水中咆哮，萨鲁斯走向岸边说道：“喂，怪物，我是要背负这个国家的人，是要成为圣骑士的男人。
这种程度的入侵者，我要亲手解决！他纵身跃起，大声喊道：“由我来打倒你！”长矛贯穿怪物头颅，巨大怪物从水中现身，粘液不断滴落。萨鲁斯手持长矛，周身雷光大作，冲向成群的小型怪物。他挥动长矛横扫，说道：“别挡路！”雷光瞬间切开怪物身体，萨鲁斯速度不减，直奔巨大怪物而去。他纵身跃起，大声喊道：“一击解决你！”萨鲁斯在空中调整姿态，接招吧！雷光贯穿怪物双眼，萨鲁斯挥动长矛，斩断怪物身躯，鲜血四溅，怪物发出凄厉惨叫，在水中剧烈翻滚，伤口再生，怪物裂开的血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连接在一起。萨鲁斯稳住身形，看向前方。萨鲁斯咬紧牙关，横过长矛抵挡怪物巨大的尾部，带着劲风横扫而来，脚掌死死抵住地面，在废墟中画出长长的深痕。他猛地抬头抹掉血迹，视线聚焦在烟尘中心，静制到单手按住怪物头颅，掌心散发青色光芒。萨鲁斯满脸惊愕：“你这家伙竟然还活着！”静制到侧过头问道：“感觉好点了吗？”怪物发出刺耳尖叫，静制到右手食指向上微勾，一道光束贯穿怪物，将其重重定在地面。静制到挥动手臂，光刃瞬间爆发，将怪物彻底撕碎。萨鲁斯惊叹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众人在远处挥手喊道：“老大，快过来，快点！”老妇人带着同伴跑来。萨鲁斯，他看着倒下的巨大怪物，发生了什么？那个庞然大物竟然被单手。静制到单手托举怪物，手臂微微发力，开始变重了。先回去吧。萨鲁斯疑惑地回应道：“啊！”静制到拎起萨鲁斯，向后跃起，避开怪物的临死反扑。萨鲁斯仰头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静制到看着被光束定在空中的怪物说道：“那些东西即便受到伤害也会立刻再生，所以需要纳米机器来抑制它们的再生能力。”萨鲁斯满脸困惑：“纳米机器？”静制到转过身俯视着他说道：“就是你们所说的神圣力量。刚才那一击很出色，但伤口不够深，无法阻止再生。”萨鲁斯抬起头：“你难道真的是守护神吗？”静制到转过身：“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了神，不过我有话想说。你之前说过这是村子的问题，对吧？”他看向再次袭来的怪物，眼神变得冰冷。萨鲁斯愣了一下，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所以我才……”静制到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：“那是不对的，这是我的问题。”静制到迎着怪物冲去，静制到侧身闪避，在水面上疾驰。首先要封锁他们的行动。他打响指，无数光刃凭空出现，将怪物的触手钉死在水面。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愚蠢才诞生的怪物。萨鲁斯看着眼前的战斗，静制到握紧拳头，蓝色雷电在指缝间狂跳。所以，既然我也曾活在1亿年前，这也是我的责任。静制到掌心汇聚雷电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必须由我来做个了断。”萨鲁斯半跪在水面上，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你真的能做到吗？静制到直视前方回应道：“我可以，我是无数次难以想象的轮回结果。我是人类那段残酷而悲剧的、沾满鲜血的历史产物。我是人类创造出的最后一个人。”静制到单手指向天空，大声喊道：“还有！”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束从他指尖爆发，瞬间吞噬了怪物。怪物在强光中灰飞烟灭，湖水被冲击波向四周疯狂排开。萨鲁斯和同伴们站在岸边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库双手合十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光束冲破云霄，直抵大气层外，在宇宙中留下一道耀眼的痕迹。湖面恢复平静，怪物残骸冒着青烟。萨鲁斯呆立在原地，看着眼前的男人。静制到拍了拍手，转过身说道：“最后的科学武器。”他看向远方的山峦，眼神深邃。躲在树丛中的红衣女子推了推眼镜：“我本来是来调查出现在尔玉村附近的新型入侵者，但是我刚才看到了简直不敢相信的一幕。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？”红衣女子躲在草丛后，透过镜片注视着湖面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即便是王都的圣骑士团团长也做不到那种事，这简直是……他猛地站起身，握紧拳头，必须立刻返回王都汇报这个消息。神月在全息投影中说道：“你能听到吗？”知道。如果你再听这段录像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。我一直想说这句台词。未来怎么样？全球环境应该已经大幅改善，但还有一个问题。静制道看着投影问道：“问题？”神月继续说道：“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即便世界环境好转，腐蚀者恐怕也不会灭绝。在你沉睡约1000年后，我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为了观察世界的变化，我也定期进入冷冻睡眠。随着环境的改善，腐蚀者的数量稳步减少。但是卫星监控画面锁定地面，一个子发变异者站在荒野的尸骸旁。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异变。随着环境改变，开始出现进化的腐蚀者。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，但他们绝对会成为威胁。”子发变异者在黑雾中睁开血红的双眼。我所能做的就是调整新生的生命体，让他们拥有反抗的力量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而且我还为你留下了力量。静制道看着全息投影，力量。静制道举起发光的注射器，你是说这个吗？神月在投影中说道：“一旦你注射它，纳米机器会引导你使用。”静制道将针头刺入左臂，蓝色光芒瞬间席卷全身。神月继续说道：“通过身体改造，这是只有你能使用的力量，因为你与纳米机器完全兼容。”静制道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掌心浮现出蓝色波纹，一把短刀凭空凝聚。他握住短刀说道：“通过纳米机器改变形状来制造物体吗？这倒是挺方便的。”神月在投影中微笑道：“我把类似的强化道具藏在了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，我没有把东西放在一起，是为了以防万一，防止他们被腐蚀者破坏。而且我希望
你能去看看世界。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不知道腐蚀者会变成什么样的威胁，但即便如此，比起过去的那个世界，现在应该已经好多了。信使少女穿着红色制服，在草地上奔跑，冲向远处的城镇。金发少女坐在图书馆，翻阅着厚重的书籍。神月在投影中说道：“所以首先去享受这个新世界吧。虽然我无法亲眼看到最后。”全息影像开始闪烁，神月的面容变得苍老，她微笑着说道：“我把这个世界托付给你了。”静治道沉默地看着逐渐消失的蓝色光幕。神月最后说道：“治道。”静治道收起方块说道：“明白了。”库从远处跑来喊道：“守护神大人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大家都在找你呢，快点回去吧。庆典没有主角可不行。”静治道被簇拥着走向村子，他注意到库胸前的项链。实验室访问密钥，他停下脚步问道：“库，你从哪里得到的那个项链？”库拿起项链回应道：“这个吗？很久以前，一位伟大的人把它托付给了我们的家族，这是代代相传的护身符。传说当危险临近村庄，只要有这个项链，守护神大人就会保护我们。”静治道露出一丝微笑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他才能进入这里。看来我欠了他们一个巨大的人情。村子中心燃起篝火，族人们正聚在一起庆祝。有人指着远处喊道：“在这里，快点过来！”村民们小声议论道：“那是守护神大人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”静治道走入人群，显得有些局促。一个村民低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看，他都只是个劣等种族。”几个村民坐在地上，端着酒杯问道：“那个瘦弱的家伙真的打败了怪物吗？”萨鲁斯大声反驳道：“你们当时都逃跑了，当然不知道。守护神大人他简直太强大了。”静治道站在人群中，看着丹普和库正热情地向大家吹嘘，这态度转变也太快了，和下午完全判若两人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原来你在这里。”静治道转过身，看到老妇人，族人恭敬地称呼道：“奶奶。”老妇人诚恳地说道：“请允许我再次代表全村向您致谢。如果没有您在这里，这个村庄恐怕已经毁灭了。我们想要报答这份恩情。”静治道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不用在意。”壮年男子面露难色，但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。静治道看着夜空说道：“如果你坚持的话，比起谢礼，我更想要情报。我想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现状。”壮年男子惊讶地重复道：“这个世界的现状？”老妇人思索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最好去一趟王都。”静治道疑惑地问道：“王都？那是统治这个国家的王库尔莫西亚居住的地方，那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人，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个世界的局势。我们儿玉村的村民也经常去那里售卖木蚕丝织成的特产。旅途虽然遥远且艰险，但守护神大人的话应该没问题。”静治道回应道：“但我不知道王都在哪。”老妇人摸着库的头说道：“请让库作为您的向导吧。这孩子在王都也有正事。”静治道疑惑地问道：“正事？”老妇人继续说道：“守护神大人也见识过了，这孩子拥有神圣的力量，在王都有一所学院，专门负责强化这种力量。”清晨的阳光洒向村庄，静治道走到窗边说道：“真是个美好的早晨，空气也很清新。谁能想到我竟然能看到这样的景象？真希望也能让神月看看。”他回过头，山迪正抱着叠好的衣物站在门口。山迪轻声称呼道：“守护神大人，这是您的衣服，请穿上吧。”村庄的小路上，族人们正聚在一起。老妇人叮嘱道：“这是雨之库，你要履行好向导的职责。”萨鲁斯双手抱胸说道：“我本以为留在守护神身边能学到很多东西。”老妇人回应道：“你必须先学会学习。”萨鲁斯反驳道：“闭嘴！”静治道问道：“你是叫萨鲁斯吧？你昨天的表现很不错，我会在王都等着你。”萨鲁斯满脸通红地喊道：“我妈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”库的父亲看向静治道说道：“守护神大人，请照顾好那件库。”库的父亲拍了拍库的肩膀说道：“只要保重身体就好。”库回应道：“那么我出发了。”静治道背起行囊，向村口的族人们挥手告别。他带着库踏上旅程，两人穿过茂密的森林，沿着清澈的溪流一路向南。夕阳西下，他们在瀑布边的空地稍作停留，继续向着远方赶路。夜幕降临，森林中燃起一簇篝火。静治道坐在火堆旁问道：“到王都大概还有多远？”库咬了一口面包说道：“还要再走4天。”静治道看着篝火说道：“意外的很近呢。”库停下动作问道：“守护神大人，您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事件？”静治道平静地回应道：“这是个秘密。”库轻声感叹道：“秘密吗？”静治道看着手中的杯子，腐蚀者并不会灭绝，神月曾这样说过，这是事实。在这个时代，腐蚀者依然存在，巨大的怪物在荒野中嘶吼，那是无法抹除的威胁。他们原本只能在重度污染的环境中繁殖，然而那个地方……静治道盯着跳动的篝火，某些事情确实正在改变。库看着他说道：“守护神大人，您的表情好可怕。”静治道回过神回应道：“抱歉，我只是在想些事情。至少在这个时代，还有没被腐蚀者支配的人类，只要还有人在，就还有希望。首先要调查清楚这个时代的人类是如何对抗腐蚀者的。至于腐蚀者本身，可以稍后再慢慢研究。”静治道看着库说道：“顺便，能不能别再叫我守护神了？”库疑惑地问道：“那我该怎么称呼您？叫我静就行。”神月试探着回应道：“静大人。”静治道纠正道：“也不用加大人，直接叫静。”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静治道警觉地转过头，库也放下了手中的食物。阿格斯策马停在火堆旁：“抱歉打扰，各位休息了，可以耽误各位一点时间吗？”静治道坐在火堆旁，抬头看向这名不速之客，问道：“你又是哪位？”阿格斯挺直脊背回应道：“王都圣骑士团第7大队队长，我是阿格斯。
沃尔顿。静治道低声重复道：“圣骑士。”他看着眼前的骑士团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吗？卡琳娜咬紧牙关：“你这家伙，队长在跟你说话，那是态度，至少给我站起来。”阿格斯翻身下马说道：“太无礼了，住手吧，卡琳娜。”卡琳娜不甘心的低声说道：“队长，绝对就是这些家伙，绝对就是这些家伙。”阿格斯走到火堆旁说道：“抱歉，在马上说话确实失礼了，你们愿意谈谈吗？我的部下刚才失礼了。”静治道站起身，阿格斯看着静治道说道：“首先，请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从哪里来，又要去往何处？”酷咽下口中的面包说道：“我们来自儿玉村，正准备前往王都。”阿格斯低声重复道：“儿玉村。”卡琳娜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：“果然是他们。”他猛地从马背上跃起，拔出长剑，冲向神月喊道：“儿玉村根本没有诞生劣等种族的记录，你露馅了，你这个卑贱的劣等种！”静治道看着眼前的骑士，这里竟然有出生记录，这个国家的组织化程度相当高。阿格斯伸手拦住部下说道：“不，他穿的衣服是儿玉村的特产，儿玉布。即便在王都，这种高品质服装也价格不菲，专门为孩子裁剪的儿玉布在市场上非常罕见，所以他说自己来自儿玉村，应该是真的。”卡琳娜满脸冷汗的反驳道：“可是……”阿格斯握住剑柄，继续说道：“然而……”阿格斯拔出长剑，剑尖直指静治道的咽喉，说道：“你很特别，这身衣服我从未见过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在儿玉村通往王都的路上，最近经常发生强盗袭击事件，他们利用小孩伪装成无辜者，趁机窃取货物，就像你们现在这样，一边装作人畜无害，一边犯下罪行。库惊恐的大声喊道：“不是我们！”阿格斯冷冷的回应道：“是否清白，将由我们来做出裁决。”库手中凝聚起青色光芒，试图反击。阿格斯眼神一冷，说道：“别做蠢事。”他挥动长剑，数道金色光束瞬间迸发，将库死锁在原地。没想到这孩子竟然拥有神力，未来似乎值得期待。静治道站在一旁，静静观察着眼前的战斗。这就是圣骑士吗？库在光束的束缚下动弹不得。原来如此，确实很强。阿格斯横剑身前，金色的斗气在剑刃上流转，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力量。阿格斯平举长剑，剑尖抵住静治道的胸口，说道：“回答我，你到底从哪里来？根据你的回答，我会在这里直接斩了你。”静治道面对威胁纹丝不动，任由冰冷的剑锋触碰衣襟。面对圣骑士的杀气，他依然保持着令人窒息的冷静。静治道被剑指着说道：“我来自儿玉村。”卡琳娜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竟然是那里？”阿格斯收起长剑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卡琳娜疑惑地问道：“队长？”阿格斯看向一旁的库问道：“你没撒谎吧？”库紧张地回应道：“阿静是儿玉村的守护神。”阿格斯若有所思地重复道：“守护神，原来如此。”静治道问道：“我们谈完了吗？”阿格斯翻身上马说道：“这是我的职责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粗鲁。”卡琳娜在一旁大喊道：“不是吧，队长？”静治道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阿格斯继续问道：“你也是要去王都吗？”静治道回应道：“没错。”阿格斯拉起缰绳说道：“那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如果遇到麻烦就来找我，希望你能抵消那7天的债务。”卡琳娜满脸不可置信：“队长？”阿格斯转过身说道：“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”卡琳娜追在后面喊道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静治道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队伍。卡琳娜骑马追上队长，大声质问说道：“队长，为什么要对他退让？那个劣等种绝对很可疑吧？”阿格斯骑在马上，面色凝重：“劣等种吗？”他回想起刚才的男人，陷入了沉思。“我在想，谁才是真正的劣等种？”波瓦喊道：“那是真的。”卡琳娜露出震惊的表情：“连波瓦前辈也这么说？”波瓦转过头问道：“你难道没注意到吗？我们和他之间那巨大的实力差距？”阿格斯握紧缰绳说道：“我刚才攻击了他3次，但是在我尝试反击之前，就已经被他彻底压制了。”波瓦问道：“队长，你刚才动用了神圣力量吗？”他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但力量甚至没能激活。”卡琳娜露出惊恐的表情。阿格斯继续说道：“我像攻击那个库什一样，对他发起了攻击，但精灵们并没有借给我力量。”波瓦骑在马上回应道：“我也是，难道说……”阿格斯看着前方的道路，神圣力量存在巨大差距，在所有圣骑士中，能做到那种程度的恐怕只有大团长了。卡琳娜咬紧牙关：“我完全没有注意到。”阿格斯转过头安抚道：“那是因为他太反常了，毕竟你才刚加入小队。”卡琳娜骑马靠近问道：“关于儿玉村的腐败者，你觉得是他吗？”阿格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很有可能。”卡琳娜担忧地追问道：“就这样放过他吗？难道不危险吗？”阿格斯看着前方说道：“虽然不清楚他的来历，但他似乎没有威胁，先观察一段时间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立刻赶回王都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会通过工会安排讨伐强盗的事宜。”波瓦点头回应道：“拜托你了。”阿格斯转头看向他说道：“你应该拥有尊严，而不只是追求力量。而玉村的守护神吗？”他望向远处的王都，如果他能成为盟友，阿格斯看着远方，他或许能帮上忙，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。静治道走在山间小路上，昨天遇到了有趣的人。静治道好奇地问道：“王都所有的骑士都拥有那种程度的实力吗？”库回应道：“那是特殊情况，在所有骑士之中，只有真正的精英才能被选入圣骑士团。他激活精灵魔法的速度完全在另一个层次。”静治道疑惑地问道：“精灵魔法？”库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借用精灵力量的能力被称为神圣力量，而使用这种力量所激活的技术就是精灵魔法。
靳志道停下脚步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在这个时代，纳米机器被当成了精灵，科学竟然变成了幻想。库在前方欢快地走着，他回想起卡琳娜愤怒的脸，那个女人曾大喊道：“你这个劣等种！”靳志道背着行囊走在山路上，劣等种吗？这个时代似乎存在着各种物种。库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有的外貌接近鱼类，有的则更像昆虫。”库疑惑地重复道：“昆虫？”他看向远方说道：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能居住的地方其实非常有限。奶奶曾经说过，为了在不同地区生存，所有人都改变了身体，变成了适合当地环境的样子。”靳志道惊讶地问道：“适应环境的改变？难道1亿年前真的有幸存者活了下来，并且完成了进化吗？”他拖着下巴，现在想这些也没用。他看向库问道：“那个意思是没改变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劣等种吗？”库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和那些适应环境并产生改变的人相比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劣等，所以这个世界对劣等种的看法非常冷淡，许多劣等种甚至会被当作奴隶贩卖。”靳志道皱起眉头，竟然还有奴隶吗？库看向前方说道：“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，仅仅因为一点点不同，就改变对待他人的方式，这真的很奇怪。”靳志道看着他的背影，大家都疯了。他露出微笑说道：“你是个好人。”库疑惑地回过头，两人继续在林间穿行，远处突然传来微弱的声音：“救命！”靳志道停下脚步，警觉地看向前方，求救声再次传来：“救救我，拜托了！”波夫尔踉踉跄跄地跑出树林，重重地摔倒在路中央。库急忙跑上前去，蹲下身子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靳志道走近观察，波夫尔浑身是伤，倒在地上剧烈喘息。这对耳朵，他发现少年的耳朵是和自己一样的圆形。库扶住受伤的波夫尔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靳志道走上前，手中凝聚起蓝色光芒，说道：“坚持住，我现在为你治疗。”波夫尔猛地睁开眼，大声喊道：“别动！”靳志道停下动作，冷静地注视着对方。波夫尔从背后勒住库，将短刀抵在他的喉咙上：“如果你敢动，我就杀了这家伙。”靳志道停下脚步，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陷阱，对吧？”靳志道眼神冰冷，这意味着他们就在附近。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从虚无中显现出身影，笑着说道：“竟然真的有人能做到。”他看向波夫尔说道：“干得好，波夫尔，你完全按照计划行事。”两个兽人卫兵紧随其后，将靳志道团团围住。靳志道环顾四周，隐形迷彩通过捕捉周围影像，利用纳米机器让人体进入透明状态。缺点是移动时会失效，但他们运用得很好。络腮胡男人打量着靳志道，作为劣等种族，你穿的倒是挺体面。你来自哪个国家？络腮胡男人用长剑抵住靳志道的喉咙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别动！”库被波夫尔死死勒住，焦急地喊道：“靳！”络腮胡男人冷笑道：“你知道乱动的后果，对吧？”库手中凝聚起青色光芒，波夫尔惊恐地喊道：“该死！”靳志道大声喊道：“库，那股力量不是用来对准人的，你应该明白吧？”库被勒住脖子，艰难地喊道：“但是……”络腮胡男人看这库，哇，真是中大奖了！没想到他真的拥有神圣力量。兽人卫兵低头看向靳志道：“你也能用吗？”靳志道嘴角微扬：“我也在想呢。”兽人卫兵愣了一下，哈！他猛地抬起腿，重重踢在靳志道的腹部。库惊恐地尖叫道：“靳！”兽人卫兵踩住靳志道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别太嚣张了，你这劣等种族！”络腮胡男人制止同伙说道：“喂，别弄坏了商品。”兽人卫兵不屑地回应道：“反正劣等种族也卖不出什么高价。”络腮胡男人看这靳志道说道：“他可能拥有神圣力量，你知道吗？”兽人卫兵冷笑道：“劣等种族绝不可能拥有那种东西。”库被死死勒住脖子，这些家伙就是圣骑士提到的强盗、奴隶贩子。络腮胡男人手中凝聚起雷光，总之，先睡一会吧，我有点生气了。雷光在眼前炸裂，库看着逼近的手掌，我会被当作奴隶卖掉。意识陷入黑暗，耳边传来呼唤声：“库，醒醒！”库睁开双眼，看着眼前的靳志道：“靳志道赤裸着上身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的身体还好吗？”库坐起身子：“我没事。”比起那个，库环顾四周阴暗的牢房，这是哪里？靳志道看这铁栏外说道：“袭击我们的人的基地，看来其他遭到同样袭击的人也被聚集在这里。牢房里到处是衣衫褴褛且神情绝望的人。”库盯着靳志道的身体：“你为什么没穿衣服？”靳志道坦然地回应道：“因为我的衣服很罕见，所以被包走了。他们让我留下了内裤。”库看着身边的男人说道：“你表现得太冷静了。”靳志道背对着他：“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光着身子。”库神情严肃地追问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你为什么不反抗？你应该能轻易打败他们。”靳志道沉默不语。牢房的大门被推开，波夫尔端着托盘走进来：“快点结束吧。”他看向做起身的库说道：“哦，你醒了。”库猛地冲到栏杆前，愤怒地喊道：“你！”波夫尔放下食物，低着头说道：“尽管恨我吧，我不指望被原谅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过。”靳志道坐在角落里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你真的很善良。”波夫尔愣住了：“善良？真正的恶棍？”靳志道侧过头：“真正的恶棍不会浪费时间思考自己是否被讨厌，或者是否想被原谅，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这些。”他站起身走到铁栏前，平静地说道：“那么？”靳志道伸出双手，死死抓住粗壮的铁栏，双臂肌肉猛然隆起。在波夫尔惊恐的注视下，坚硬的铁栏竟然像面条一样被掰弯。波夫尔惊得目瞪口呆。靳志道跨出牢房，拍了拍胸口的灰尘。靳志道站在牢房外，看着波夫尔说道：“我一直在等你过来，在这里说话，
不会被偷听。波夫尔指着自己，我。静之道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对你很重要的人在哪里？被囚禁起来了吗？波夫尔瞳孔骤缩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静之道走到他面前，我只是猜的，起初我也被骗了，因为你身上的伤是真的。绿色的光芒缓缓抚平波夫尔脸上的伤口。静之道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即便是恶棍，也不会通过伤害同伴来利用对方，所以我立刻就明白了，你只是在听命于他们，因为他们手里有你的把柄。波夫尔低下头，我的哥哥。他抬起头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回应道：他们抓走了他。那个络腮胡男人当着少年的面，粗暴地抓走了他的哥哥。男人狂笑着说道：我们会把他卖给叛徒。波夫尔崩溃地大喊：我们会永别，他们杀了我的父母，但我必须保护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为什么。静之道低着头，人渣。库轻声问道：你是为了救他才故意被抓的吗？静之道转过身，有那个原因，但是……静之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恶棍既顽固又执着，就像游子一样。库在身后疑惑地问道：游子？如果放跑一个，他们就会在别处扩张势力，再次制造麻烦。门外的兽人卫兵听到异响，警觉地转过头，所以如果要铲除他们，静之道猛然发力，一脚将沉重的木门踢飞，木门重重砸在卫兵身上，将其整个人掀翻在地。静之道赤裸着上身，从烟尘中缓缓走出门洞，眼神中透着彻骨的寒意，就必须斩草除根，彻底地。如果是关于反派的事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1亿年前，霓虹闪烁的城市，车流在立交桥上穿梭，静之道站在阴影中，衣服破旧，脸上沾着污渍。起初我也一样，看着电视里的西装男，曾经的我也同样渴望正义，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，一个需要正义的世界，到处都是垃圾一样的人。如果能平凡的生活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但我生活的环境并不允许我这样做。壮汉挡住去路，掰响手指，身后跟着2名同伙，这里到处都是这种人。壮汉伸手猛地拎起静之道衣领，静之道刃由对方拎起，眼神空洞，所以壮汉拎起静之道，嘴角叼着烟。静之道反手扣住对方手腕，发力扭转，骨裂声响起，鲜血溅落，静之道跪倒在地，痛苦哀嚎，粉碎他们。在昏暗的走廊，静之道将敌人重重撞在墙上，静之道单手掐住礼貌男，粉碎他们。我一直在杀戮。静之道坐在尸堆顶端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告诉我，神月走近。静之道抬起头，注视着来人。神月推了推眼镜，向静之道伸出手说道：你出生在了错误的世界。静之道裸上身，单手拎起1名守卫，在走廊上拖行。2名兽耳守卫横握武器拦住去路，住手！地面横七竖八，躺满了哀嚎的同伴。倒地的守卫挣扎着看向前方，问道：你的目的是什么？靠墙的守卫满脸冷汗地问道：你到底是从哪进来的？静之道停下脚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他猛地挥动手臂，将手中的守卫像垃圾一样扔向前方。守卫重重撞在墙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静之道挥动重拳，带起一阵劲风。守卫瞪大眼睛，根本来不及躲避，重拳擦过脸颊。他靠在墙边，满脸惊恐地喊道：你这家伙！守卫颤声问道：你到底是谁？静之道没有回应，只是俯视着他。守卫发出一声轻啧，试图挣扎起身。静之道再次出手，走廊深处传来静凄厉的惨叫。人群在昏暗的走廊不安地骚动着。波夫尔捂住胸口，听着远处的动静，说道：这声惨叫，什么？你的同伴是谁？库神色平静地回应道：一位守护神。波夫尔瞪大眼睛，神？库肯定地点了点头，神，只要交给静处理，就不会有问题。现在按照静说的，所有人去外面。静带头走向出口，波夫尔跟在后面，忧心忡忡地问道：我们真的能获救吗？但是那个家伙，他拥有强大的神力，我绝对无法凭蛮力取胜。兽耳男瘫坐在地，满脸冷汗地喊道：等一下！静之道站在前方，单手按住1名守卫的脸，将其死死抵在墙上。兽耳男惊恐地问道：你想要什么？钱吗？他看这步步逼近的威胁，颤声说道：还是说……兽耳男指着后方的铁笼：你想要奴隶吗？铁笼里关着几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浅蓝发少年正隔着铁栏，眼神空洞地望向外面。只要你喜欢，我可以把那个送给你。静之道面无表情，冷冷地俯视着他。兽耳男瘫坐在地，身旁横着同伴的尸体。静之道开口问道：你说完了吗？兽耳男浑身颤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精神魔法一点作用都没有？静之道步步逼近，眼中闪过一丝寒芒。兽耳男满脸冷汗，惊恐地盯着对方，或者说这家伙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力量？静之道步步逼近，俯视着对方说道：多亏你只是个半吊子的恶棍，真正的恶棍早就已经逃跑了。像你这种人，起初会轻视对手，觉得自己稳操胜券，而当你快要输掉时，又会开始摇尾乞怜。兽耳男咬紧牙关，该死的！既然事已至此，那就别无选择了。兽耳男猛地转身，冲向房间深处。还没完，一切还没结束。兽耳男伸手死死握住红色拉杆，用力向下搬动，齿轮转动声响起，沉重的铁门在墙壁后缓缓升起。一只巨大的紫色怪物被锁在铁笼之中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静之道侧过头，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。入侵者！兽耳男面露疯狂地喊道：这家伙可是受某人之托专门弄来的秘密武器。紫色怪物踏出牢笼，地面在脚下崩裂，发出一声震撼咆哮。兽耳男面露疯狂，既然讨好没用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要华丽的彻底摧毁你！怪物全身紫光大盛，挥动巨大的重拳，正面砸向静之道。静之道站在原地，眼神冰冷而冷静，注视着逼近的拳头。
怪物重拳落下，带起剧烈的冲击波。静之道双臂交叉，稳稳接住这一击，脚下地面瞬间塌陷。兽耳男瞪大眼睛，笑容僵在脸上，说道：“哎。”静之道单手抵住怪物巨大的拳头，神色从容地说道：“我天生就拥有所谓的超人身躯。”他手臂肌肉剧烈膨胀，青筋暴起。比起普通人类，我的肌肉纤维似乎要多出好几倍。静之道猛地挥拳，直接贯穿了怪物的胸膛。他收回拳头，说道：“那么面对入侵者，我可不会留情。”静之道双掌合十，全身爆发出耀眼光芒。我要动用神力了！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束从他掌心喷涌而出，瞬间贯穿了怪物。怪物在光芒中消散，只剩下一地残渣。兽耳男瘫坐在地，该死！你竟然连神力都无法使用吗？静之道走到兽耳男面前，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兽耳男满脸冷汗，颤声求饶道：“饶命！”他双手合十，身体剧烈颤抖着：“你不会放过我的，对吧？”静之道眼神冷漠，不，他猛地挥动右拳，带起一阵狂风，重拳狠狠砸在兽耳男的脸上。静之道披上外套说道：“好了，衣服总算拿回来了，抱歉，再稍微等一下吧。”静之道看着笼子里的孩子们，待会儿我会把大家救出来的。他来到书桌前翻找文件，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先调查几件事，如果不拿到他们犯罪的证据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静之道拉开抽屉，看这里面的东西，问道：“哦？”他拿起一份文件，靠在桌边翻阅，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奇怪的文字，这东西看起来疑点重重。原来如此，我完全看不懂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他收起文件，得让库监教我认字才行。静之道蹲在地上，看着散落的物品，但是他们抓住入侵者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他伸出手按在物品上，让我来看看吧。无数蓝色光幕在眼前浮现出来。静之道低头操作，如果是最近1周的影像，应该会有记录留下。他面前弹出无数全息屏幕，正在接入这一带漂浮的纳米相机。找到了，兽耳男问道。但是大人，抓住这种东西，您打算做什么？查皮恩冷冷地回应道：“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事情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很快在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。”静之道站在屏幕前，面色凝重，他注视着画面中的男人，陷入了沉思。阳光洒在城镇的街道上，原本平静的广场，此刻却显得有些嘈杂。人群渐渐聚集在一起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波夫尔站在人群中，神色不安地看向前方，卫兵正在维持秩序，伸手拦住过往的行人。波夫尔在人群中猛地转过头喊道：“尼诺！”尼诺哭着从远处跑来喊道：“姐姐！”波夫尔迎了上去，张开双臂，紧紧抱住冲过来的弟弟。波夫尔紧紧搂住弟弟，太好了！他抬起头看向静之道：“天哪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！”静之道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我可不是什么神，别放在心上。顺便问一下，那些正在抓捕强盗的人是这个领地的士兵吗？”他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不是。”帕德拉克正拿着笔记本，严肃地指挥着现场。波夫尔看向那些卫兵，他们是工会的工作人员，是我叫他们来的。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位老者，那边那位长着羊角的男人，就是这个城镇的工会会长。静之道挑了挑眉，饶有兴致地回应道：“哦。”帕德拉克大步走来，请问是你处理了这些强盗吗？静之道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帕德拉克停下脚步，将手放在胸前行礼说道：“我是这里的工会会长帕德拉克，感谢你的配合。”帕德拉克打量着静之道，面对这么多对手，他身上竟然连一道划痕都没有。虽然看起来像是个劣等种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家伙绝不是普通人。他收回思绪，看向对方说道：“关于这伙强盗，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受害报告，想要讨伐他们的委托，更是一直络绎不绝。”静之道看着街道问道：“所以领主并不负责指挥和逮捕他们吗？”帕德拉克笑着回应道：“你一定是在开玩笑，领主并没有那种权利处理这类犯罪的，只有向国王效忠的工会工作人员，即使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查皮恩大人犯了罪，我们也必须向国王报告，虽然那种事不太可能发生。”静之道若有所思，用1亿年前的话来说，领主就像是市长吧，而工会就像是警察。不过查皮恩嘛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卷文件，递给帕德拉克，说道：“这是从那些家伙身上搜出来的某种文件，这东西有用吗？”帕德拉克接过卷轴，这是一份名单，记录了所有与那些强盗有生意往来的人。帕德拉克紧握着名单，有了这个，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静之道盯着文件问道：“这上面有这片土地领主的名字吗？”帕德拉克愣了一下，请别把我刚才的玩笑当真，当然没有。静之道沉默地看着远方，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。不过我现在也无能为力，在那之前，那些被释放的奴隶之后会怎么样？帕德拉克看着人群说道：“有失踪报告或者身份明确的人，工会会负责护送回家，但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人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静之道伸手轻轻摸了摸小男孩的头，这2个孩子应该是失去了父母。他看向帕德拉克问道：“这里没有收容所吗？”帕德拉克叹了口气回应道：“没有，虽然可以帮他们找工作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劣等种，在这里很难找到工作。”静之道看着垂头丧气的2人，这里也有劣等种的骑士吗？我想帮帮他们，但是他们确实没地方工作。不对，等一下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看向波夫尔问道：“如果有一个能让你们2个工作的地方，你们愿意去吗？”波夫尔急忙点头：“是。你有合适的地方吗？”静之道露出一丝微笑：“有的。”他脑海中浮现出阿格斯的身影，如果以后需要帮助，就来找我吧。王都库尔摩西亚，阿格斯领地。阿格斯正骑马穿过街道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寒。波瓦察觉异样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阿格斯摇了通头：“不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觉得有点冷。”
阿格斯翻身下马，站在坐骑旁说道：“就到这里吧，远征辛苦了，你们今天也早点休息。”部下们恭敬的行礼，他独自推开大门，走进宅邸，2名侍从等候在门口，弯腰迎接主人的归来。2排女仆与管家整齐的弯腰行礼，欢迎回来，阿格斯大人。他将手中的提包递给迎上前的管家，随口问道：“有什么新消息吗？”管家接过包，脸色显得有些凝重。阿格斯侧过头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管家深深的鞠了一躬，语气迟疑的回应道：“在您疲惫的时候打扰您，真的很抱歉。但是……”阿格斯回应道：“我不介意。”管家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开始汇报紧急情况。2楼的走廊上，一名棕发女子正扶着栏杆向下俯瞰，她面色阴沉，冷冷地注视着正在交谈的2人。阿格斯听完汇报，微微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报告。”管家恭敬地弯下腰回应道：“这是我的职责。”阿格斯扶着额头，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入侵者竟然已经出现在王都了吗？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潜入进来的？不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。阿格斯看着窗外，应该是有人故意放他们进来的。既然如此，最可疑的地方就是那个除了授权人员严禁任何人进入的地方——哈尼斯克学院。靳知道正带着2姐弟向前走去。无论如何，我现在急需一个盟友。讨伐强盗3天后，众人行走在山间。波夫尔看向靳知道问道：“王都真的会有适合我的职位吗？”靳知道转过头回应道：“别担心，波夫尔，你会读写和算术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振作点。”波夫尔露出笑容回应道：“库指着远方喊道：“靳，快看那里！”靳知道望向山谷尽头，这就是王都啊！王都街道人声鼎沸。靳知道看着繁华的景象，这里真是充满活力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撼。库指着店铺说道：“王都以贸易为生，世间万物最终都会汇聚到这里，甚至莲儿玉村的人也会来这里售卖他们的特产。”靳知道点头回应道：“你之前提到过，街道上种族林立。”靳知道看着路过的虫人，真是迷人。他又看到远处的渔人在人群中穿梭，这里是真正的种族与文化熔炉，能看出这座城市有着独特的进化方式。街道一尘不染，法律和秩序看起来也非常稳固。他停下脚步，眼神变得锐利。但是靳知道看着阴暗角落里被驱赶的亚人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包袱。他收回目光，看向身边的库。学院入学考试是什么时候？库回应道：“下周。”靳知道松了口气说道：“那我们还有点喘息的时间。”库继续说道：“结果一出来，马上就会开始授课。”波夫尔和尼诺在前方兴奋地跑着。一名金发少女停下脚步看向他们，要进入哈尼斯学院，就凭那些小鬼，还有那些混血种。夜幕降临，王都亮起灯火。尼诺和库在旅馆房间里嬉闹，波夫尔在一旁看着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靳知道坐在床边感叹道：“终于有像样的床了。”库回应道：“是啊。”靳知道看着熟睡的孩子们，总算平安抵达王都，接下来才是关键。他拿出沉甸甸的钱袋，在这个时代生活必须要有钱才行。虽然拿到了讨伐强盗的赏金之道，但分给奴隶一部分后，剩下的撑不了多久。靳知道看向波夫尔和尼诺，得先安顿好这2个人，让他们找点活干。直接追踪那个男人虽然是捷径，但如果没有引荐人，我连大门都进不去。我是该先从这个时代的腐败分子开始查起吗？靳知道站起身，走到窗边看向夜空，已经有人盯上了。那些被排挤的亚人，想把他们当成做脏活的武器。腐败分子真是威胁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他握紧拳头，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次日清晨，靳知道看向库，这里的人如果想查资料，通常会怎么做？库回应道：“找老师请教，或者去翻书。不过书很贵，在尔玉村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凑钱买书，然后一起看。但王都有图书馆，你可以在那里查到想要的信息。”靳知道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图书馆？”靳知道露出微笑，这倒很方便，我会好好利用，或许还能在那里找到神月留下的研究设施的线索。图书管理员回应道：“恐怕不行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些书籍是国宝，图书馆不对外开放，只有经过学院审核，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当地贵族才有资格进入。”靳知道点头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库吐槽道：“反正靳知道连这里的文字都看不懂。”靳知道无奈地回应道：“说得对，我还是个文盲，虽然最近在学习这里的字母表，但要读懂整页内容还需要很长时间。”靳知道扶着额头叹气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2名黑衣人在街道尽头正悄悄注视着他，2名都貌男，在巷口盯着靳知道，就是那家伙吧？带着小鬼的穷酸鬼。朗尔南露出狞笑，就是他们。靳知道正走在街道上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朗尔南突然现身，有时间聊聊吗？话音未落，挥拳直冲靳知道的面门。靳知道侧头避开攻击，抬手稳稳接住拳头。真是热情的欢迎，我还以为这里的街道很安全。朗尔南发力压制，那你可想错了。他另一只手弹出锋利的钢爪，猛地刺向靳知道的胸口。靳知道眼神冰冷，侧身闪过利刃，顺势抓住对方手腕。2人在街道中央激烈交火，迸发出耀眼的火光。街道上爆发的冲击让路人惊慌逃窜。朗尔南稳住身形，直觉挺敏锐吗？波夫尔护住身后的尼诺，这些家伙竟然在大白天公然使用神力。靳知道面无表情地问道：“能问问你们想要什么吗？”朗尔南摊开手回应道：“有人觉得你很碍眼，想让你消失。”靳知道看着眼前的杀手，
暗杀契约吗？这倒是正合我意。朗尔南继续挑衅道：“如果你现在滚出王都，就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。”静治道冷冷的回应道：“等我真的陷入危险，再去担心那个吧。”朗尔南收起笑容：“是吗？”猛地挥拳砸向静治道。静治道抬起左手，精准地扣住对方手腕。朗尔南露出惊愕的神色。静治道猛地发力，将朗尔南重摔在地上。朗尔南发出一声惨叫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红发胡尔南见状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这混蛋！”他双手汇聚神力，掌心迸发出耀眼的火光，猛地向静治道射出火球。静治道侧身避开攻击，任由火焰在身后炸裂。静治道在烟尘中伸出手，精准地掐住对方脖子，将其整个人提向半空。红发胡尔南拼命挣扎，眼神中充满惊恐。静治道冷冷地说道：“等你变得足够强大，能真正威胁到我的时候，再回来找我吧。”说完，随手将他扔到一旁。前提是，如果你还有胆量再来挑战我的话。红发胡尔南浑身颤抖，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劣等种。远处传来一声厉喝：“住手！全都别动！”卡琳娜手持长枪，拨开人群走上前，真是够了！难得的休息日，竟然在路中间闹事！我要把你们全都关进牢房里去，给我老实点！红发胡尔南吓得大叫。静治道顺从的举起双手，嘴角却微微上扬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果然有收获。卡琳娜看清了静治道的面容，你就是之前的那个劣等种。卡琳娜看着眼前的静治道，刚到王都就敢大闹一场，胆子不小啊！下等种族终究是下等种族，根本分不清是非对错。兔儿少女神色慌张，低声回应道：“错了，那个我只是路过看到了经过，那些人才是突然发起攻击的一方，所以我觉得那是正当防卫。”卡琳娜愣在原地，卡琳内蹲下身子，看着倒地的兽耳少年说道：“你们看起来很眼熟，是哈尼克学院的学生吧？”少年吓得浑身发抖。卡琳娜无奈地扶住额头，果然如此，希望那位大小姐没有牵扯进来。静治道疑惑地问道：“大小姐？”卡琳内站起身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自言自语罢了，不用在意。”静治道看着对方问道：“圣骑士也要负责巡逻吗？我还以为那是工会的工作。”卡琳娜扛起长枪回应道：“毕竟王都很大，我们只是在协助维持治安。其实我只是在城里吃东西，刚好路过这里罢了。”他看向男人的背影，但是这家伙真的很强。刚才那些学院的学生虽然实力也不弱，但和他相比简直天差地别。卡琳娜贝对着两人挥手说道：“再见，别在王都惹太多麻烦。”静治道突然开口喊道：“等等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有个地方想请你带路。”卡琳娜疑惑地转过头，想让我带你去的地方。夜色渐深，王都的建筑笼罩在月光下。阿格斯庄园内，静治道双手交叉：“雇佣我们吧，你以前说过，如果我需要帮助就来找你，不是吗？”阿格斯露出无奈的神色，比起上次见面，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变多了？静治道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只是碰巧变成了这样。”静治道解释道：“我们遇到了你提到的强盗，这些孩子被他们囚禁，所以我救了他们。”阿格斯皱起眉头问道：“那些强盗呢？”静治道回应道：“稍微教训了一下，剩下的交给了工会的人。”阿格斯陷入沉思，难道他是一个人解决掉所有强盗的吗？他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带上他们？”静治道回答道：“他们没有家人，而且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下等种族，我想至少能给他们找个工作。”阿格斯坐在沙发上回应道：“可你并没有照顾他们的义务吧？”静治道平静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，既然是我救了他们，我就不会半途而废，我会负责到底。”阿格斯和卡琳娜露出惊讶的神色，波夫尔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尼诺兴奋地喊道：“真的吗？”阿格斯闭上眼睛说道：“好吧，这两个孩子可以留在这里，作为住家仆人工作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成为这里的教官。”静治道露出惊讶的神色：“教官？”波夫尔和尼诺换上了整洁的制服，显得焕然一新。静治道看着他们说道：“这不是挺合适的吗？”波夫尔对着阿格斯深深鞠躬：“阿格斯大人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”阿格斯转过身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必道谢。”他看向身后的管家，吩咐道：“他们的教育就交给你了，不要因为他们是下等种族就产生歧视。”管家低头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尼诺挥手告别，说道：“非常感谢你们。”静治道看向阿格斯问道：“所以呢，让我当教官是有别的目的吧？”阿格斯停下脚步回应道：“我很欣赏你的敏锐，虽然我不清楚你的背景，但我愿意相信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才向你提出这个请求。我需要你潜入哈尼克学院进行卧底调查。”静治道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阿格斯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现在的这个国家正被多个争夺霸权的派系盯上。”静治道追问道：“难道这里没有国王吗？”阿格斯叹了口气回应道：“国王身患重病，已经时日无多，因此一场关于继承权的争夺战已经在暗地里拉开了序幕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那些没有王位继承权的人正密谋夺取这个国家，他们利用入侵者将无辜的民众卷入其中。”静治道看着远方，原来如此，看来需要提防的不仅仅是那位领主。阿格斯继续说道：“这些危险的人物正潜伏在王都的幕后，操纵着一切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处。”静治道问道：“而最可疑的地方就是哈尼克学院吗？”阿格斯点头回应道：“没错。”他走到一扇华丽的大门前，伸手敲了敲门，说道：“我进来了。”推开大门，阿格斯看向屋内的人，说道：“他会在学院内部引导你，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妹妹，就读于哈尼克学院的米莉亚。”米莉亚站起身，冷淡地回应道：“哥哥，别告诉我要把那种下等种族也带进学院里。”米莉亚用折扇遮住脸，说道：“你前几天提到的潜入计划，难道是打算交给这个男人吗？”
阿格斯愤怒地呵斥道：“米莉亚，放尊重一点！”米莉亚毫不退让地反驳道：“这里唯一不尊重人的就是这个下等种族的存在，不是吗？”米莉亚看这库冷笑道：“那边那个土气的乡下女孩，我或许还能忍受，但这种重要的工作绝对不能交给这种下等种族的人。”竟知道双手插兜，真是一位偏见深重的大小姐。阿格斯露出尴尬的神色，非常抱歉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卡琳内看向静知道，这位大小姐虽然天赋异禀，但对下等种族的偏见确实到了极点。静知道说道：“没错，不过你也是一样的。”米莉亚挥动折扇，你明白了吗，哥哥？这不仅仅是一次潜入行动，他还需要履行教官的职责。我不相信一个下等种族有能力担任教官，还是说你恰好拥有这种才能？库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竟不识字。”米莉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：“你不识字？这完全不可能了。”库看这米莉亚说道：“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只能从晋身上学到的，竟比我们任何人都要优秀的多。”米莉亚沉默地看着两人，她合上折扇说道：“好吧，看来你至少拥有足以镇住学院学生的实力，但想要成为一名教官，光靠蛮力可是远远不够的。”卡琳娜叹了口气说道：“那些学生们果然还是因为大小姐的缘故吗？”阿格斯扶着额头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之后我会好好教训他的。”静知道平静地说道：“没关系，不过作为一名教官，你到底打算让我教什么？”阿格斯看向他说道：“精灵魔法。据我观察，你在精灵魔法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。”阿格斯摊开手问道：“我没看错吧？”静知道看着他问道：“那么我该教哪一部分的精灵魔法？”阿格斯回应道：“基础的就可以，点火、放电、冰冻以及治愈，在这4种基础精灵魔法中，如果你能展示出其中2种，那就足够了。”静知道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真的只要这些就行吗？”阿格斯露出惊讶的神色问道：“你说的全部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连那种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的特殊精灵魔法也会吗？”静知道疑惑地重复道：“特殊精灵魔法？难道那个强盗头子在这个时代竟然算得上是顶尖高手吗？”他露出一丝笑意说道：“有意思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办吧。”静知道抬起手，掌心凝聚起耀眼的能量，就让我们来颠覆一下这个时代的常识吧，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。1周后，哈尼斯学院入学考试当天，学院门口人头攒动，考生们正有序进入考场。鲁德曼走在学院长廊，无奈地感叹道：“真是够受的，欢迎各位，感谢你们能抽空过来。”鲁德曼继续说道：“即便是在圣骑士团中，第7番队也一定非常忙碌吧？”阿格斯回应道：“不必在意，这只是轮到我们了而已。”静治道战在后方问道：“轮到你们？”阿格斯解释道：“每年都会有一名圣骑士轮换担任学院的特别教官，今年轮到了第7番队。”鲁德曼点头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静治道跟在2人身后，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没问题吗？鲁德曼走在前方带路说道：“请往这边走，学院长和其他人正在里面等这个位。”他推开厚重的大门，学院长坐在办公桌后，双手交叉抵住下巴，注视着进门的人们。阿格斯抚胸行礼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学院长。”学院长看着他回应道：“自从你作为优秀毕业生从这里毕业之后，已经过去很久了吧？你在短时间内变得很出色，我很感激各位的配合。我听到了很多传闻，你们不仅要对付腐败者，似乎还卷入了国内的派系斗争。”阿格斯回应道：“这是我的职责。”他摊开手继续说道：“我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会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，看来你们真的很忙。”学院长盯着静知道说道：“即便如此，这并不意味着学院可以被随便应付。你该不会是打算让那个男人在这里当教官吧？”阿格斯抚胸行礼说道：“请您放心，在我的第7番队中，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了。至少在战斗技巧方面，他是最出色的。”学院长闭上眼睛回应道：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想这应该是事实。”吉塔猛地拍向办公桌说道：“学院长，我反对。”他指着静治道继续说道：“在这座拥有神圣传统的学院，让这种劣等种族担任教官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这种职责绝不是劣等种族能够胜任的。你是打算让我们蒙羞吗？”学院长看向一旁问道：“吉塔亲已经表达了立场，鲁德曼亲，你又是怎么想的？”鲁德曼摸着下巴回应道：“我同意他的看法。这座学院里有很多贵族学生，如果让劣等种族来任教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官，肯定都会产生强烈的抵触。”学院长摊开手说道：“看来确实如此，虽然我也有同样的顾虑，但还是先听听你的说法吧。”静治道向前迈出一步，抚胸行礼说道：“抱歉，现在才自我介绍，我来自玉村，名字是静治道。”学院长注视着他，即便被如此嘲讽，依然能保持冷静吗？静治道抬起头说道：“我完全理解各位的担忧，但我只有一个问题。我是因为种族低劣才不适合担任教官，还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能力？”学院长靠在椅背上回应道：“显然是后者，只要拥有足够的能力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那么你能证明自己拥有那份能力吗？”阿格斯走上前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直接测试一下呢？”哈尼斯学院精灵魔法练习场空旷的竞技场内，几个人影正对峙而立。吉塔站在竞技场中央，张开双臂嘲讽道：“今天是入学考试，周围几乎没有学生。”他露出阴险的笑容，至少这样你待会丢脸，也不会有太多人看到。静治道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眼前的对手。学院长站在高处说道：“规则很简单，你们只能使用精灵魔法进行战斗。既然你要担任精灵魔法教官，展示真正的实力就是最好的证明方式。
看台上的学生们议论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这里要进行模拟战。”米莉亚默默注视着场内，这似乎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吉塔老师亲自战斗。静治道垂下目光，真是毫无意义。吉塔站在场中冷笑道：“那么就让我看看所谓的劣等种族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”吉塔摆开架势问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阿格斯注视着场内，这确实是第一次能亲眼看到他战斗，希望我的评估没有出错。劣等种族的身体能力很弱，即便拥有神圣力量，也只能发挥出微小的强度。吉塔嘴角上扬，那么开始了。吉塔率先发动攻击，喊道：“就由我来打头阵吧！”巨大的火球呼啸而出，在竞技场中心炸裂。静治道侧身翻滚，敏捷地躲开了爆炸冲击。看台上的学生们惊呼道：“快看，战斗开始了！”吉塔注意到围观的学生，露出阴险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嘿，看来还是有学生在看啊！”他再次举起双手，周身缠绕起狂暴的雷电，声嘶力竭地大喊道：“无数道雷光如毒蛇般向前方疯狂传射，雷电在地面连续炸响，激起漫天尘土。”静治道在雷光中穿梭，不断变换位置躲避攻击。吉塔看着不断躲避的对手，哼，只会逃跑吗？果然是典型的劣等种族。他手中汇聚起更强的光芒，虽然我没能成为圣骑士，但我可是以第1名的成绩从这座学院毕业的男人。巨大的火球再次呼啸而出，劣等种族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静治道在火光中稳住身形，哈，他挥动手臂，一道凌厉的气劲破空而出，瞬间切开了眼前的火焰。这种力量本不该用来对付人类，但是静治道压低身体，在烟尘中疾驰冲向对手，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静治道伸出右手，掌心汇聚起漆黑的光芒，就让你稍微见识一下我能做到的事情。吉塔愣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一股恐怖的重力瞬间席卷了整个赛场，地面在重压下崩裂。吉塔惨叫一声，身体被死死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看台上的鲁德曼与学院长猛地站起身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阿格斯流下冷汗，注视着场中的异象。米莉亚瞪大眼睛，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幕。吉塔趴在碎裂的地面上，这是什么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静治道迈步走近说道：“我只是稍微操控了你周围的重力而已，那是你并不熟悉的某种精灵魔法吗？看来在这座学院里，我有很多东西要教给各位，不仅是针对学生，对你们所有人也是一样。”静治道站在竞技场中央，青色能量将地面压碎。吉塔在重压下咬牙坚持，身体不断颤抖。静治道抬起右手，打响指，能量瞬间消散。吉塔瘫倒在碎石中，大口喘气。吉塔愤怒地指着前方，问道：“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静治道面无表情地回应道：“灵力魔法，那又怎样？”吉塔挥舞双手大喊道：“我从未听过那种灵力魔法，你一定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！”静治道看着对方，胡搅蛮缠。喂，学院长说道：“胜负已定。”鲁德曼回应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，你看到了吗？刚才那绝对是特殊的灵力魔法，那到底是什么？米莉亚看着赛场，陷入沉思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接受了精灵祝福才得以进化的种族，而那些劣等种族根本不可能拥有神圣力量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吉塔紧紧揪住静治道衣领，神情扭曲。静治道平静地说道：“冷静点。”1周后，宏伟的学院建筑群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。这所学院虽然也教授普通的学术课程，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战士。台上的演讲者继续说道：“为了培养出能够击败入侵者的战士。”台下的新生们神情紧张。学院长站在讲台上说道：“跟不上进度的人会被毫不留情地逐出学院，但如果你们能从这里毕业，加入圣骑士团将不再是梦想，一切都取决于你们的能力。”看台上的学生说道：“今年的新生真多呀，看起来有很多平民。”米莉亚站在一旁，俯视着下方的学生。莱雅斯走近说道：“你竟然会来参加入学典礼，真是稀奇，我还以为你对别人根本不感兴趣。”米莉亚冷淡地回应道：“你不也一样吗？如果有著名的贵族新生，你也想去套近乎吧？”莱雅斯正要反驳，却突然停住，他看向下方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静治道坐在导师席上，神情冷峻。莱雅斯指着下方问道：“为什么那个劣等种族会坐在导师的位置上？”米莉亚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因为他就是导师。”莱雅斯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米莉亚转头问道：“在你看来，你觉得那个男人怎么样？”莱雅斯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就算你这么问我。”米莉亚握紧手中的折扇，他只是个劣等种族，原本我是这么想的。静治道坐在导师席上，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。这所学院很大，调查起来会花不少时间。即便如此，那些刺人的目光还是让人不适。他看着下方成群的兽耳学生，首先我必须抹去这劣等种族的形象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实在太引人注目了。与其说是来调查，我现在看起来反而是学院里最可疑的人。首先，我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。学院的钟声响起，教室内，讲师站在讲台上说道：“那么，从今天开始恢复灵力魔法课，你们不要被新生超越了，时刻保持警惕。不过，对于你们这些精英班的学生，这种警告或许是多余的。”吉塔露出阴险的笑容说道：“虽然我很想这么说。”他看着空荡荡的教室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的人怎么这么少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动力？”米莉亚闭着眼睛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的吧。”吉塔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也是，谁会想听一个劣等种族的演讲？”吉塔凑到静治道耳边说道：“今天的讲座可是由劣等种族负责的，我事先已经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学院。”他走上讲台，摊开双手说道：“静教授，请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”
靳志道走到讲桌前说道：“正如你们所听到的，我的名字是靳志道。关于灵力魔法，这段时间将由我来教导你们。”台下的学生们面面相觑，露出怀疑的神情。莱雅斯坐在座位上说道：“我很期待与你共事。”但他随即话锋一转，问道：“你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吗？”靳志道微微一笑，回应道：“那由你来决定。如果你觉得这堂课没有价值，大可以不必参加。”莱雅斯露出玩味的笑容。靳志道收起笑容，继续说道：“但有一件事，我希望你们能遵守，不要使用那个。”靳志道手中汇聚起蓝色光芒，不要对人使用这种力量。灵力魔法拥有特殊的力量，能够抑制入侵者那惊人的再生能力。然而，这种再生抑制效果对人体并不会生效，对人使用时只会造成单纯的创伤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这种力量是为了击败入侵者而创造的，所以请不要滥用它。米莉亚沉默不语，神情变得凝重。挥发学生冷笑道：“你是白痴吗？力量就是力量。我本来是想看看劣等种族能讲出什么，结果你竟然叫我们不要使用灵力魔法。你不过是个无能的劣等种族，谁都不想被拿来和你比较吧。”教室内响起一阵嘲笑声，学生们交头接耳，轻蔑地看着讲台。靳志道静静地听着，他抬起头看向看台说道：“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力量，那就尽管来试试。”挥发学生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哈？”靳志道目光锐利地回应道：“使出你最强的力量，朝我打过来。如果你能用它伤到我，我保证今天之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”挥发学生露出狰狞的笑容，手中汇聚起狂暴的金色雷电。他猛地挥动雷电长枪，说道：“别后悔，劣等种族，现在想退缩已经太晚了。”狂暴的能量席卷教室，吉塔惊恐地挥手惊呼道：“笨蛋，快住手！连我也要被击中了！”学生挥动雷电大喊道：“接招吧！”狂暴的金色雷电贯穿教室，正面击中了靳志道。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讲台瞬间被烟尘吞没。挥发学生看着眼前的惨状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烟尘之中，一个蓝色的灵力漩涡正在急速旋转，一道蓝色的灵力箭矢从烟尘中疾驰而出，箭矢擦过挥发学生的脸颊，重重钉入他身后的墙壁，墙面瞬间崩裂，挥发学生僵在原地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靳志道从消散的烟尘中走出，目光冰冷地说道：“如果我刚才有那个打算，你现在已经没命了。”他周身环绕着强劲的灵力，继续说道：“仅仅通过外表来评判他人，可是会致命的。”莱雅斯看着讲台：“那是什么？那是灵力魔法吗？”靳志道收起手中的灵力：“你们因为我是劣等种族，所以称呼我为劣等种族。但既然我比你们更强，那么你们应该称呼我为什么？”他张开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掌，掌心再次汇聚起光芒。“我来给你们答案，那就是老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师。在这间教室内，我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如果有人不服气，随时可以像刚才那样向我发起挑战，但你们要做好赌上性命的准备。”靳志道站在讲台前问道：“喂，你知道启动精灵魔法的必要条件吗？”远处的学生回应道：“你刚才攻击了我。”靳志道指着他说道：“回答我。”学生疑惑地问道：“不就是想象力吗？提升神圣力量，构思想要的形态，将其投射给精灵并显现，这是基础吧？”靳志道看着他说道：“想象力确实很重要，但这并不是启动条件。精灵或者说纳米机器必须接收特定的波长，只有这样，它们才能释放力量。”学生疑惑地问道：“波长？”靳志道继续说道：“一共有8种基础精神波长。”他伸出手掌，掌心燃起火焰，说道：“火，指尖闪烁电光；雷，掌中汇聚绿光；风，指尖凝结冰晶；冰。”靳志道看向众人说道：“你们应该只知道这些。”靳志道看这台下的学生说道：“但在这些基础之外，他掌心汇聚紫色光球，重力操控，接着散发出耀眼白光，光强操控，手中气流剧烈旋转，气压操控。”靳志道张开一道蓝色屏障，还有刚才展示过的空间防御。他收起魔法说道：“要应用这些基础。”吉塔惊恐地喊道：“你是说你能使用8种精灵魔法，就像你刚才把放电变成长矛，然后扔向我那样？”靳志道指尖燃起火焰说道：“具象化才是关键。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吗？”他走在学院走廊，虽然需要调查这所庞大的学院，但那个老师……靳志道陷入沉思。靳志道走在走廊里，到处都是学生，根本找不到可疑的地方，必须找一个学生禁止入那个区域。他停下脚步，察觉到身后的视线。米莉亚走上前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你绝对不是普通的劣等种吧？”“我承认，你确实不寻常。劣等种不可能掌握所有类型的精灵魔法。”靳志道双手插兜回应道：“我刚才在课上教过，只要能切换波长，任何人都能使用。”米莉亚皱起眉头说道：“别说的那么容易，如果真的那么简单，你就不会引起这么多关注了。”他看向周围议论的学生：“换个地方说话吧。”米莉亚转身离去，靳志道紧跟在他身后。米莉亚停下脚步：“所以你现在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”靳志道走在他身后说道：“我只是个古代人类，在尔玉村睡了1亿年而已。”他冷笑一声回应道：“你还挺幽默的。那让我问你这个，1亿年前你都在做些什么？”靳志道看着前方说道：“很多事情，我曾是一名特工。”米莉亚疑惑地问道：“特工？”靳志道继续说道：“就是为国家拼命工作的人。我曾与无数恶徒战斗，即便已经过去了1亿年，那些记忆依然清晰得就像发生在昨天。我曾和同伴们在休息室里说笑，在作战室里彻夜讨论进攻策略。我也曾握紧手枪，躲在掩体后迎接飞溅的火花。”靳志道看着远方，真是令人怀念。米莉亚看着他问道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睡上1亿年？”
靳志道回应道：“我失败了。我曾自大到认为凭一己之力就能处理好一切，结果我什么都没能做到，就失去了一切。我接受这份讲师工作，是为了在紧要关头能得到你们的帮助。”米利亚看着前方，不知道他的话有几分是真的。靳志道摊开手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我们要去哪里？”米利亚头也不回的说道：“只是履行我作为向导的职责而已。”他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，房间内堆满了旧书和杂物。靳志道看这屋内，问道：“这是？”米利亚走进房间，说道：“这里是讲师们存放课件资料的地方。”靳志道量着四周，问道：“所以这里是个储藏室？”他走到书架前，盯着上面的猫头鹰摆件。“我们为什么来这？”米利亚展开一张图纸，这意味着我也在做一些调查。这间房子的旁边有一个不自然的空间，他指着图纸上的阴影，这里大到足以再容纳一整个房间，很可疑，不是吗？如果这里藏着什么，肯定就在那个位置。靳志道转动猫头鹰摆件，原来如此。书架缓缓向两侧移开，露出一条向下的密道。靳志道看着密道说道：“你的推断非常准确。”米利亚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机关在那里的？”靳志道指着书架解释道：“虽然这里到处是灰尘，但唯独那个地方干净的有些不自然，当然还有一点来自经验的直觉。”靳志道拦住密道入口说道：“我进去看看，你留在这里。”米利亚急忙喊道：“等等，我也要去。”靳志道回头提醒道：“如果里面有腐蚀者，会非常危险。”米利亚生气地回应道：“别小看我，我的成绩是全年级顶尖，实力绝不比我哥哥差。”靳志道看着他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信任你。”靳志道举着光球走下阶梯说道：“这条路通向地下深处。”米利亚跟在身后说道：“能随意操控光墙，还真是方便啊。”靳志道回应道：“怎么了？这种氛围就像那种随时会钻出怪物的幻想游戏。”米利亚疑惑地问道：“幻想？关于你刚才说的话，如果你一直在和那些恶徒战斗，你心里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吗？”靳志道笑着回应道：“第一天就问这个，要求也太高了。”他思索着说道：“不过鲁德曼教授可能牵涉其中。”米利亚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靳志道继续说道：“他说话是很冷静，但只要不与人交谈，他的心思就不在工作上。这种特征通常出现在那些被迫违背初衷的人身上。”鲁德曼教授表现得异常警觉，虽然他试图掩饰，但还是露出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吉塔教授更可疑，但那个老师根本藏不住事，他的情绪全都写在脸上了。他没有那种两面三刀的性格，本质上是个好人。靳志道突然停下脚步，看向密道深处。那么前方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，他举起光球，照亮了密道的尽头。米利亚看着四周说道：“真没想到学院地下会有这么宽敞的空间。”靳志道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米利亚紧张地问道：“你发现了什么吗？”靳志道睁大眼睛说道：“我从没想过会在这种地方见到它，这是神月留在世界各地的研究实验室大门之一。”